2025年的中国，连债券市场都开始讲真话了。一个国家的债券收益率，通常被认为是最不情绪化的市场信号。但如今，连最冷静的债券市场都给出了一个无比残酷的结论：中国的经济正在迅速冷却，进入史无前例的寒冬。美国著名对冲基金海曼资本创始人凯尔·巴斯说的直白：中国经济的下行螺旋已经无药可救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是资本世界给出的真实预判。截至2025年6月27日，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仅为 1.64%， 创下近20年来最低水平。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？它意味着资本对中国经济前景完全丧失信心。相比之下，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高达 4.26%， 资本市场正在用脚投票。要知道，中国的通货膨胀已经几近冰点，5月 CPI 年减 0.8%， 是自2009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轮通缩。巴斯说，中国官方或许可以操控新闻、屏蔽外媒，甚至掩盖数据，但债券市场不会说谎。政府可以构建叙事，却无法控制投资者手中的真金白银。而现在，中国正在被债券市场脱裤子示人。更可怕的是债务问题，官方口中的可控风险其实早已失控。根据巴斯测算，将主权债、地方融资平台债务、银行隐性债务全部合并后，中国的债务占 GDP 比率高达 350%。这个比例几乎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最高值。仅2024年一年，全国地方政府发行的专项债就超过 4.2 万亿元人民币，主要用于补窟窿、还旧债、维稳基建。然而，财政反而愈加吃紧。多个省份被曝工资发不出、医保断缴、教师讨薪的情况频发。在无增长、靠借钱的模式下，经济正像一辆刹不住的列车，一路冲向债务深渊。2021年被视为房地产的转折点，但3年过去，情况变得更糟。恒大已被香港法院裁定清盘，海内外债务高达3280亿美元，刷新全球最大房地产破产记录。碧桂园不其后尘，2024年亏损超700亿元，公司股价较巅峰蒸发超 95%。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不只是个体企业的问题，而是牵动地方财政、银行系统以及中国7亿中产家庭的资产安全。科尔瑞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再降 8.5%， 新开工面积同比大跌 21%， 全国超过30个城市停止拍地、停工、断供成为常态。房地产的崩塌是中国经济悲剧最直观的体现。一位在义乌经营了10年的服装厂老板，今年5月选择关门歇业。他无奈地说，订单少了一半，人工成本还涨，租金压不住，我宁可不做了。这不是孤立，而是普遍现象。2025年2月，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升至 5.7%， 其中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高达 16.9%。而这还是在剔除不再找工作者之后的数字。真实的情况是，大量青年游走在灵活就业、外卖、快递、直播打赏之间，不敢结婚，不敢生育，不敢离家租房。北上广深的返乡潮逐步显现，甚至一些985硕士也去县城考基层公务员。这不是转型中的阵痛，而是无解的失控。2024年，中国对美出口同比暴跌 35%， 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数字。要知道，美国曾是中国贸易顺差的最大来源，而今全球去中国化趋势加速，美、日、欧、印的供应链战略重构正将中国工厂从地图上抹去。与此同时，外资撤离速度空前。巴斯指出
2024年，中国资本净流出高达5000亿美元，涵盖外商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。这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惨烈的一年。不仅工厂撤走，连人也在撤离。香港、上海、深圳的国际学校申请人数断崖式下跌，外籍高管、大型外企陆续离场，连苹果、微软、三星也在悄然将关键供应链转向印度、越南、墨西哥。世界工厂的光环正在褪色。当中国仍沉浸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幻想时，美国早已在布局终极手段——美元体系禁令。凯尔·巴斯直言，一旦北京方面胆敢对台动手，美国应立即切断其对美元系统的接入。这可不是一般的制裁，而是能摧毁一个国家金融系统的核武级打击。有人以为人民币能独步全球，但现实是全球并不信任它。根据国际精算银行数据显示，截至2025年5月，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占比跌至 2.89%， 排名跌出前5，被加拿大元超越。曾高调宣传的去美元化，如今成了最大的讽刺。如果中国被排除出美元体系，包括 SWIFT、结算银行、跨境支付等，将面临以下局面：无法购买能源，如石油、天然气、铁矿石等大宗商品；无法进口高端制造设备与药物成分；出口商失去美元结算渠道，接不到订单，换不到外汇；外债违约风险剧增，信贷系统全面崩溃。这张金融杀气随时可以扼住中国经济的咽喉，而这才是北京真正恐惧的根源。通缩不是一个冰冷的词，而是千千万万普通家庭的真实日常。物价不涨，工资停滞，工作减少，债务增加。2025年5月，中国 CPI 连续第4个月下跌，同比下降 0.8%， PPI 下降 1.4%， 工业企业利润下滑 9.1%， 制造业 PMI 已连续7个月低于荣枯线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企业不愿扩产，劳工难以就业，消费持续下降，居民不敢支出，银行息贷，融资链条断裂，地方债风险暴露，房价持续下滑，中产资产缩水。更糟糕的是，通缩加高负债的组合是金融系统最怕看到的恶性循环。2025年4月，中国信用卡逾期金额创下历史新高，达 1.3 万亿元人民币，超过疫情高峰期。与此同时，银行不良贷款率飙升，多个城市商业银行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出现排队提现、挤兑苗头，表面风平浪静，实则暗流汹涌。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动向历来是全球关注的焦点，但凯尔·巴斯认为，北京现在并不敢轻举妄动，因为川普的强硬姿态已经构成震慑。2025年6月中旬，美国空军精准打击伊朗3个核设施，引发全球震动。这场突袭式行动向世界展示了川普对国家安全威胁的零容忍。巴斯指出，这件事震撼了北京方面，让他们对战争胜算的预期发生动摇。美国的强大不只是军事硬实力，更掌控着全球金融的命脉。比战斗机更致命的是金融系统的主控权，而中国赖以自保的稀土筹码早已失灵。2024年，中国稀土出口同比减少 22.3%， 日本、韩国、德国等主要买家已转向澳洲和美国建立自主供应链。原本想用资源讹人，结果反而逼出对方独立，中国自己失去了全球市场。巴斯的最后一句话，或许才是这场博弈中最冷冽的警告：如果北京拿下台湾，那是对美国生存体系的直接威胁。为什么？因为台湾处于第一岛链核心，不仅是全球半导体生产中心，更是美军印太战略的前哨。如果台湾被攻占，第一岛链将被撕裂，南海将沦为内海，
美军将失去整个亚太制衡能力。最终目标并不仅止于台湾，而是穿越第二岛链，把影响力投射到夏威夷甚至旧金山。这听起来像科幻，但却是中国多年军事文件中反复出现的战略设想。台湾的失守将意味着整个印太秩序的崩塌，自由世界将迎来红色铁幕压境的风险。因此，美国不敢退，而中国却已陷入进退维谷。过去20年，中国靠全球化、人口红利和房地产泡沫撑起的经济奇迹正加速瓦解。债券市场开始讲真话了，外资撤了，青年失业了，房地产爆了，外贸断了，内需冷了，货币贬了，中产穷了。而最讽刺的是，这一切不是什么黑天鹅，也不是灰犀牛，而是自己打造的牢笼。一个靠债务与幻象维系的帝国，终将被现实刺穿。而债券市场正是第一个撕开假象面具的地方。